魏无羡担心蓝忘机和自己在一起的消息传出去会对他不利，毕竟出柜这种事还是很多人无法接受的。但是蓝忘机抱着他的臂膀铿锵有力，回答的话语斩钉截铁，就像吃了一味定心丸，他突然就觉得很安心。两个人静静地抱了一会，也不知道谁先开始的，又相拥着吻了起来。这次蓝忘机一共就离开了3天，在魏无羡眼里却仿佛度日如年，心境与以往大不相同。也不知道吻了多久，吻得他觉得有些缺氧，蓝忘机才轻咬一下他的下唇，结束这次亲密接触，将脸深深埋进他的颈窝，呢喃着他的名字魏婴。蓝忘机又亲了亲他的耳垂，搂得更加用力，早晚都要面对。原来蓝湛在担心我害怕，心里不由得一暖。魏无羡心想，这句话怎么有种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的感觉。起身穿着蓝忘机递过来的衣服，他给聂怀桑发了求救微信，就和蓝忘机一同下楼去花园参与他们律所的庆功宴。为了庆祝这场官司胜利，蓝曦臣让大家随便点地方，他负责买单。没想到有人将主意打到了蓝忘机身上，提议来他家 barbecue。 蓝忘机也没想到魏无羡早退了，明明那个人上条微信还在抱怨自己在工作室埋头苦干了许久，感觉很累，谁知这么一会就跑到他家泡澡了呢。蓝忘机不禁稍稍弯了弯眉梢，走到花园里，站在蓝曦臣身边负责烧烤。魏无羡挠了挠头，也站在蓝忘机身边打下手。因为大家目光总在两个人身上移来移去，蓝曦臣仿佛感应到了一样，轻咳一声：“无羡，冰箱里还有酒吗？”忘机说他存了不少天子笑，正好他们来的时候忘记买了。魏无羡嗯了一声：“我这就去取。”随即就飞奔回房里，拎着酒瓶往回走时，还在想着：靠，幸亏老子没全喝光。蓝曦臣抓了一抹孜然粉撒在肉串上：“忘机，你看上去很开心。”蓝忘机。蓝曦臣继续说：“感情是没有道理可言的，我和叔父不会多加干涉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”蓝忘机点了点头，看着两手提着酒瓶子飞奔而来的魏无羡，嘴角不自觉有些弧度，多谢兄长。魏无羡喜欢吃变态辣的鸡翅，蓝忘机特意在鸡翅上刷了很多辣酱，又撒了很多辣椒粉。烤好后，将盘子端到魏无羡面前。自聂怀桑到达了战场，魏无羡很快就和众人打成了一片。这盘鸡翅放过来，众人皆意味深长的哇哦了一声。这一声拉得老长老长，长到蓝忘机耳垂那抹红晕，都传到了魏无羡的脸上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聂怀桑伸出手抓起一串鸡翅，边吃边说：“忘机哥，你怎么烤完只给宪哥不给我们？”罗清扬咬了一口鸡腿，吃都堵不上你的嘴。聂怀桑说了句也是，又咬了几口鸡翅。怎奈这辣椒后劲太大，辣得他流下来眼泪。吸了吸鼻子，聂怀桑猛灌一大口水，抱怨着：“我去，这么辣，忘机哥你在故意整蛊宪哥吗？提前打个招呼啊，伤到有方队友了。”说完便转过头去看魏无羡，见人吃得面不改色，不禁心里有些疑虑，又问：“难道就我吃的那份有毒？”蓝忘机不紧不慢地解释着：“魏婴吃惯了变态辣。”聂怀桑又猛灌一口水，见魏无羡又往鸡翅上撒了些辣椒，惊叹道：“我去，不是吧？说你胖你就喘。”魏无羡咬着鸡翅朝蓝忘机竖起了大拇指，两人相视一笑。蓝忘机眼底那抹笑意似有若无地挂在嘴角，瞬间看呆了所有人。聂怀桑也是第一次见到蓝忘机笑，正在原地半天，才转头对罗清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大老远来他家呀？就为了吃狗粮吗？蓝家特产狗粮有什么与众不同吗？”众人轰然笑出了声。罗清扬往他嘴里塞了个鸡腿，调侃着：“吃东西都不能让你闭嘴吗？”总体来说，这场 barbecue 除了突然见证了蓝忘机不知隐瞒了多久的爱情，还是很成功的。尤其是大家发现聂怀桑能歌善舞，不仅弹吉他的样子帅气爆表，连举着扇子学女团跳舞的样子都散发着雄心荷尔蒙。律所里的妹子纷纷被他的才华和气质吸引到，瞬间化为小迷妹，嚷着再跳一个和再弹一曲。蓝忘机和魏无羡收拾着餐桌上的狼藉，四目相对时，看见那人的脸上沾着少许烧烤酱，他极其自然地抬起手，指腹在那人的脸上蹭了蹭。
魏无羡收拾碗盘的动作顿了一下，脸刷的红了起来，抬头看了一眼站在对面低着头收拾残局的人，颠道：“你撩我？”蓝忘机抬起眸子，疑惑道：“哪有？”魏无羡低下头继续收拾着：“我不管，反正你撩了我，别想跑。”不知道是不是出现了幻觉，他仿佛听到了一声轻笑，抬眼看去时，那人依旧是一脸云淡风轻的样子，只要你别跑就好。魏无羡唰地放下手里的碗筷，你看你又撩我。不远处，将这一幕尽收眼底的几个人窃窃私语着，从没见蓝律师对谁这么温柔过。是啊，每次看向他，眼睛都是亮晶晶的。谁说同性没有真爱呀？这不就是范例吗？真人版 CP。 罗清扬回头瞥了一眼交头接耳的几个人，语气不善道：“你们下个月工资不想要了吗？”背后议论老板私事。众人自那天恋情告破后，魏无羡反而愈发的肆无忌惮，三天两头的往蓝忘机的公寓跑。蓝曦臣也无意间撞到了几回，反而见怪不怪了。再来给蓝忘机填冰箱的时候，还往里面放了各式各样的辣椒酱。魏无羡不禁心虚，别人家谈恋爱都是先谈恋爱再见家长，他倒好，完全反过来了。而且两个人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来要在一起，反正他们发现两个人彼此喜欢的时候，感觉好像已经在一起很久了。虽然也经常包瞎，蓝忘机倒是自始至终都没提过同居，魏无羡也就没往这方面想过。直到有一天，在一次大干淋漓的策马奔腾后，蓝忘机抱着他问：“你户籍还改回来吗？”魏无羡的大脑还处于缺氧状态，有些懵懵然：“什么户籍？”蓝忘机默不作声，倒是意味深长地斜了他一眼。电光火石间，魏无羡突然明白了，立刻起身拍了一下对方的肩膀：“不是吧，老兄，不带这么欺负人的，连个告白都没有就算了，求婚都这么没有仪式感吗？”蓝忘机哦了一声，反问：“所以你想结婚了？”魏无羡愣了一下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又被人将了一军。他瞥了那人一眼，所答非所问：“没改，不改了。”蓝忘机轻轻应了一声：“那我改。”